星陨圣石之外，无论是星陨圣地还是鬼宗殿的高手，全部都已经被是血魔族的族人给依次捆绑了起来。这让星陨圣地和鬼宗殿的高手们很是愤怒。在星域其他地方也就算了，可这里是大千上界，要知道，在大千上界，他们也都是1号人物，何时受过如此侮辱？但最让他们绝望的是，他们不仅遭受侮辱，很可能还有生命危险。毕竟这些人可是丧心病狂的，是血魔族。喂，好歹是传承上万年的魔教中人，这么对待我大千上界的高手，你们也未免太不礼貌了吧？猛然间，一道声音响起，这忽然间传来的声音引得了所有人的注意，无论是星陨圣的众高手，还是鬼宗殿众高手，就连是血魔族的众位高手，都是将目光投了过去。楚风，只是看到那位之后，鬼宗殿殿主却顿时嘴巴微张，露出了既诧异又紧张的复杂之色。他是很欣赏楚风的，可是他并不想在这里见到楚风，但是楚风却偏偏出现了。殿主前辈，好久不见。相比于内心不安的鬼宗殿殿主，楚风则是非常的从容。何止是从容，他还楚风笑着对鬼宗殿殿主摆了摆手，他便是楚轩辕的儿子楚风。而此时，星陨圣地的圣主也是一脸复杂的看向了楚风。其实他早就看过了楚风画像，也听闻了楚风的事迹，但是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楚风本人。圣主前辈好。出于礼貌，楚风又对着星陨圣地圣主抱了抱拳，态度不仅好，整个人也是非常的轻松。可就是楚风这样的轻松状态，才让人难以理解，这个家伙到底在干嘛？他是疯了吗？而看着那笑嘻嘻、全无紧张之色的楚风，宋云飞以及星陨圣地的众位小辈则是一脸茫然，甚至有人觉得楚风是不是傻了？难道看不出眼前的局势很是不妙吗？其实不仅是那些小辈茫然，就连星陨圣地圣主以及鬼宗殿殿主也都是一脸不解。他们不知道楚风为何如此镇定，但却知道此时楚风面临着怎样的危险。于是他们已经开始暗中传音，劝楚风赶紧逃离，但楚风却好像听不到他们的暗中传音一般，不仅不予回应，反而看向了是血魔族的那18位尊者境高手，那目光竟然还有着几分挑衅。看着楚风挑衅的目光，是血魔族的高手们也是有些诧异，甚至一度怀疑是不是这小子眼神有问题，看谁都这么看，否则谁给他的胆量敢这么看自己？可谁曾想，就在他们自我安慰的时候，楚风却忽然开口了，我说你们立刻将这些前辈松绑。楚风此话一出，众人吓了一跳，就连是血魔族的族人都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你刚刚让我松绑，我没听错吧？其中一位似是众人首领的是血魔族族人，对楚风问道，他的语气很是不好，充满了威胁，那个样子就好像在警告楚风，回答最好谨慎一点，否则若是他不满意，定要楚风好看。换作是其他人，莫说吓得连话都不敢说，怕是跪在地上认错的打算都有了。可谁曾想，楚风却偏偏不给他这个面子，不仅不给面子，反而楚风他还露出了一脸不耐烦的表情。怎么，你还要我再重复一遍吗？不知死活的东西，胆敢这般与我族大人说话，立刻给我跪下！面对楚风这挑衅的态度，是血魔族中的一位高手怒了。他怒吼之际，5仙巅峰的威压也是横扫而出，直奔楚风而去。他是想用自己的威压强行让楚风跪在地上，只是他的威压释放之后，这方天地却是陷入了一片宁静，众人面面相觑，一脸不解。而那位释放威压的是血魔族族人，更是目若呆鸡的愣在了那里。他的威压明明将楚风覆盖，可楚风却是毫发未损。莫说让楚风跪在地上，楚风就连一根汗毛都未曾动过半下，不识好歹啊！你们非要逼我出手才肯放人吗？话音落下之际，楚风的额头之上一道布满雷霆的神字涌现，与此同时，强大的威压更是肆虐开来，瞬息主宰这片天地。下一刻，立在半空上的是血魔族族人，全部都失去了御空之力，如同落叶一般，连滚带爬的掉落在了地上。这气息，难道说此一时，星陨圣地圣主、鬼宗殿殿主以及在场的所有高手以及小辈都是傻了眼？小辈们也许还看不明白，但那些高手却感受得清清楚楚。是楚风凭借一己之力，在顷刻之间便将那些是血魔族的高手全部击倒在地。而楚风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其额头上的雷纹之外，他自身的真实修为也是达到了一品尊者。只是这个消息显然让他们难以置信，否则在他们的脸上也不会露出如此震惊的表情。好强的战力，这些人根本没有还手之力。楚风小有的战力真的是太可怕了，同境界之内怕是没人是他对手了吧？眼见着楚风轻而易举的便制服了是血魔族的族人，原本还替楚风担心甚至心怀愧疚的星翼长老立刻满面笑颜，那个模样岂是一句简单的激动方能够形容的？星翼长老，您刚刚是什么意思？同境界之内，可是那些人之中不是有尊者境吗？宋云飞目光复杂的看着星翼长老，那个闪烁的目光中充满了怀疑的同时，也充满了紧张与不安。云飞，你要庆幸当初你与楚风小友他没有结下太深的过节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星翼长老拍了拍宋云飞的肩膀，随后便捏碎了手中的石头，到外面去了。星二长老，刚刚星翼长老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宋云飞看向了星二长老，他已经有了非常不好的预感，但他却又迫切的想要知道答案。云飞，其实你也是明白人，难道你看不出来楚风小友他如今的实力，连咱们的圣主都是不如了吗？星二长老反问道。万雷轰顶，这个消息带给了宋云飞极大的冲击。宋云飞他连续倒退数步，站都站不住，若不是其身后有人搀扶住了他，他怕是会直接倒在地上。师兄，你怎么了？众人搀扶住宋云飞，一脸的紧张看着他，但宋云飞却是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身旁的夏雨儿。此时，夏雨儿那美丽的脸颊之上同样写满了金色，
但他的一双美眸之中更是流转着复杂的目光，凝视着外面的楚风。看着这样的夏雨儿，宋云飞也是将目光转头向楚风。只见他星陨圣地的高手，包括圣主，都还被那是血魔族的锁链捆绑着，而那些是血魔族的族人却全部趴在地上，唯有楚风立于虚空之上，宛如正邪皆败，唯他未胜一般。此一时，宋云飞当真是心如死灰，面对楚风这样的对手，叫他如何抗衡？楚风少爷，你可知这绳索怎么解不开？此时，不仅星一长老来到了星陨圣石之外，就连其他人也是纷纷走了出来，想要替他们的圣主松绑。只是奈何他们实力太弱，根本解不开那绳索。但他们知道楚风一定能够解开，所以故意这样说，是想让楚风帮忙。诸位前辈，不要急，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这绳索咱不能自己解。楚风说话间，将目光投向了下方那些趴在地上的是血魔族族人。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想让我们亲自解开绳索？是借机想羞辱我们吗？是血魔族中那位似是头目之人抬头问道。对，就是这个意思。楚风点了点头。莫说是血魔族的族人气愤，就连旁人也是一脸诧异。就算羞辱人，也不该这么理直气壮吧？想以此来羞辱我们，也未免太看不起我是血魔族了。正所谓士可杀不可辱，而我是血魔族族人的字典里更是就没有屈服这两个字。今日你们都要死！说完此话，那是血魔族的族人，血色光芒自黑袍之中映射而出。看到这一情形，许多人都是大叫不好，知道是血魔族族人是准备自爆而亡。不仅仅是一个，在场的所有是血魔族族人的黑袍中都散发出了那血红色的诡异光芒，他们是都打算自爆而亡。只是当所有人都觉得他们要自爆之后，那血红色的光芒却消退了，一切都恢复了平静。此时人们什么也没说，但内心却觉得是血魔族是不是在故意吓他们？是血魔族根本就没打算自保。可谁曾想，很快他们的黑袍中有渗透出血红色的光芒，但很快那光芒又消散了。就这样反反复复几次之后，就连星陨圣地的人都是一脸的茫然，不明白是血魔族的族人到底是要干嘛？怎么会这样？猛然间，一声怒喝响起，是血魔族的族人，他们很清楚，他们可不是想用自爆来吓唬谁，他们是真的要自爆，这是他们是血魔族的规矩，有重任在身，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完成任务，要么自爆而亡。但是他们尝试了好多次，却都失败了。他们体内的玄功就好像失效了一般，根本就无法催动那玄功自爆的力量。怎么是想用自爆来拉我们同归于尽？就在此时，楚风的声音忽然响起。楚风不仅话语之中满是讽刺之意，楚风脸上的讽刺意味更加的明显。混账东西，是你捣的鬼！不可能，这不可能，你不可能做得到这种事。起初是血魔族的族人还怀疑是楚风做的，但很快便否定了这一说法。可就在下一刻，是血魔族中的一位尊者高手不仅开始发出痛苦的惨叫，并且连滚带爬，非常的挣扎。给你两个选择，要么你亲自解开绳索，要么就这样被我折磨致死。楚风望着那位惨叫的是血魔族族人，真的是你？见到这一幕，是血魔族的族人真的是想不信都不行了。不仅是血魔族的族人惊讶，就连星陨圣地的众位高手也都是不由得张大了眼睛。莫非楚风真的封锁了是血魔族自爆的力量？但是这个人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楚风却好像偏偏做到了。其实这对于楚风来说一点都不难，毕竟楚风是圣袍戒灵师，在楚风的修为本就在他们之上的时候，运用戒灵之术封锁住他们的玄功，简直就是太简单了。尤其是在见识过这些家伙会在大事不妙的时候，会毫不犹豫选择自爆之后，楚风这一次自然要提前做些准备。也正因为楚风的结界之术使用的太过精湛，所以他们才会连自己的玄功被封锁都没有察觉到。我去给他们解开，快停手，快停手啊！在楚风的一番折磨之下，那位是血魔族的族人终于经受不住，竟开始向楚风求饶。你说什么？你竟然向这种混账妥协！见此一幕，是血魔族的众人纷纷大怒，开口斥责那位族人。可是那位族人却不顾众位族人劝解，依旧选择了站起身来，去亲自解开星陨圣地圣主等人身上的绳索。对于这样的情况，其实早在楚风的预料之中，是血魔族的这些人都是有血性的，这一点从他们可以毫不犹豫的牺牲性命便能够看得出来。但就算自爆会死，那至少也是痛快的死去。可楚风对他们的折磨却是常人难以承受的，毕竟折磨的可怕之处有时候超过死亡。折磨不仅可以让人崩溃，更是会让人疯癫，因此他们可以不怕死，但未必可以承受得住楚风对他们的折磨。混账！眼睁睁地见着自己的族人竟真的在楚风的威逼之下，将星陨圣地那些人身上的绳索一一解开。那些没有遭受折磨的是血魔族族人，气得咬牙切齿，他们都觉得这是背叛了他们是血魔族，丢了他们是血魔族族人到了脸。一时之间，是血魔族的族人开始恶言相向，大有一副要将那位对楚风妥协的同族族人碎尸万段的架势。你们也别闲着，说吧，你们来到此处到底有什么目的？为何要抓他们？楚风对是血魔族的众族人问道。哼，我可不是没骨气的人，你要杀要剐随便，休想从我们口中问出半个字。那位似是首领之人一脸倔强地说道。那我倒是要看看你到底多有骨气。楚风说话之间，手臂一挥，无数道针状物体如雨一般自楚风袖口飞掠而出，随后又精准地落入那些是血魔族族人的体内。这一次楚风不少在针对一个人，而是对在场的所有是血魔族的族人全都使用了那折磨的手段，飞针入体，璀璨灵魂，那等痛苦是血魔族的族人都是难以承受，一时间哀嚎遍野，那叫一个悲惨。不知道的都还以为这是人间地狱，
或者是魔道中人在折磨无辜良民呢？可眼下的局势却刚好相反，这明明是魔道中人惨遭折磨呀！看着这一幕，在场的许多人都是汗毛竖起，看向楚风的目光中涌现出一抹惧意。虽说楚风人是魔道中人，但是他的这个手段却是有些毒辣。此一时，他们不免有些庆幸，还好楚风是他们这一伙的，而不是敌人，否则遇到这样的对手，也未免太可怕了一些。没用的，我是血魔族族人，誓死不会出卖我族。你就算再怎么威逼，也是没有收获。那位四世首领的人咬牙切齿的开口，他的声音都在颤抖，并且非常虚弱，看得出来，对于楚风的折磨，他也是难以承受。可是他说话的语气却有着几分挑衅和讽刺，并且事实上也的确如同他所说，是血魔族众族人的骨头似乎都变硬了。对于楚风此时所问的问题，这些是血魔族的族人竟然都宁愿承受痛苦，却也没人愿意回答。看得出来，他们还真的是有血性。毕竟相比于松绑那种事，出卖自己族内的秘密可就要严重的多了。不过楚风却也不慌，而是面带淡淡笑意，静静地观察着眼前的情况。楚风在等待一个时机，因为折磨这种东西不仅是肉身上的，更是灵魂上、精神上的折磨，除非意志足够坚定者，否则常人难以承受得住。而楚风就在等待这些是血魔族族人的精神崩溃，到了那个时候，他们的所有精神堡垒都会随之崩塌。就这样，楚风等了足足半个时辰之后，才再度开口：你们之中只有一个人有机会，谁先开口说你们此行的目的，我就放过谁，至于其他人便只能等死。楚风说道：我说，这一次竟然有多人同时开口，甚至最先开口的人之中，还有一位是尊者境的高手，他们的确有血性，也有骨气，可面对唯一的机会，他们仍然表露出了自私的一面，这便是人性。哎呦喂，看来你们是血魔族的族人，并不都像你一样有血性吗？见那么多人妥协，楚风对那位四世头目一般的是血魔族族人说道：可恶，你们这帮废物！那位歇斯底里的咆哮起来，甚至人们都能感受到他的杀意，但根本没用，他们现在全部都是楚风手中的蚂蚱，连自由都没有，何谈伤害他人？看着这位已经气得癫狂，楚风满意的笑了，因为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所以楚风也不再理他，而是来到了那位最先开口但却修为在一品尊者境的是血魔族高手面前。你是第一个说的，这个机会便给你，但是劝你一句，我问你什么，你最好如实交代，否则等待你的便是真正的生不如死。楚风一脸阴冷的看着那位是血魔族族人，楚风这样的神情让所有人都明白，他的这番话可不是开玩笑，他是真的做得出来。一定，我一定都说，请你别再折磨我了，求你了。那位是血魔族族人说话的时候都带着哭腔，整个人也都在颤抖，甚至做出了龟缩的动作，看得出来他是真的承受不住了。而见到这一幕，星陨圣地的圣主与鬼宗殿殿主则是面面相窥，他们什么都没有说，可是他们的眼神之中球都流露出了佩服之色，这是对楚风的佩服。在实力允许的情况下，其实对于星陨圣地圣主和鬼宗殿殿主这些人来说，逼迫是血魔族的族人开口都不是难事，可他们毕竟是一族之长，并且修炼了这么多年，经历过那么多风雨，他们拥有一些非常手段，那也是应该的。但楚风一个如此年轻的小辈，却能够轻易的击溃是血魔族族人，这则是他们有些意外。至少楚风此时展露的手段可不像楚风这个年龄的人所该拥有的。至于楚风，他也是开始对那位是血魔族族人提出自己心中的疑问，而一番询问之后，楚风得知其实当年内战是血魔族的顶尖强者几乎全部阵亡，如今这一批是血魔族并非是血魔族正统，只能说是一个很小的分支罢了，这也是为何他们残留下来没有被人发现的原因。但是血魔族终归是底蕴深厚，凭借祖辈留下的修炼之法，又在暗中修养了几千年，如今的是血魔族也有着十几万名族人，并且培养出了许多高手，这样的是血魔族绝对不是大千上界这些势力可比的，甚至在整个祖武星域都可有着一席之地。而此次是血魔族的族人来到这虚空神树内的并不多，总共也就3000族人，但这3000族人可谓是如今是血魔族的精锐，他们是跟随他们的族长而来，而来此的目的乃是为了重新振兴他是血魔族，因为虚空神树与他是血魔族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具体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这种级别的族人也还不知晓。至于为何要抓星陨圣地的人，也是给出了说法，其实他们并不只是针对星陨圣地的人，他们是要抓住进入虚空神树内的所有人，抓住这些人，他们是想炼化这些人的魂魄，以炼活人之魂魄为代价，来开启一座大门。那座大门内有什么，他们也不清楚，但想必也是与振兴他是血魔族有关。随后楚风又逼供了几个是血魔族的族人，但他们的回答几乎一致。根据楚风的观察，他们应该没有说谎，他们知道的应该只有这些。之后楚风并未继续折磨这些是血魔族的族人，也没有将他们屠杀，而是以结界阵法将他们全部关押了起来，而那结界牢笼也被楚风随身携带。楚风小友，这一次可真是多亏了你啊！不对，是楚风少爷，是我口误了。见楚风处理完这件事后，那在一旁看热闹的鬼宗殿殿主才走上前来与楚风交谈。殿主前辈，您怎么顺口就怎么叫吧，哪有那么多拘束，何况我是晚辈，您是前辈啊。楚风笑着说道。在下星陨圣地圣主南宫灵问，拜见楚风少爷。星陨圣地圣主也是带着星陨圣地众长老走到近前，且还弯腰屈膝，对着楚风施以大礼。圣主前辈，这可使不得，您是前辈，这样可是乱了辈分，晚辈承受不起。楚风说道。其实按照辈分，我的确不该向小辈施以大礼，
哪怕楚氏天族的小辈也是不必。但楚风少爷，你则是不同。先前那是血魔族的族人都说了，他们要抓我们，可不是什么好事，而是要以我们的魂魄进行炼化。若非楚风少爷出手相助，我们可都是要在劫难逃。所以这一拜都无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星陨圣的圣主说道。短暂的客套之后，倒也是闲聊了起来。毕竟关于楚风是如何成长到今天这个地步的，他们也都想要了解。而见着自家高高在上的圣主大人，竟一脸敬意的与楚风交谈，莫说宋云飞心里难受，就连夏雨儿以及其他小辈也是感慨万千。毕竟当初楚风在他们面前都是一个无名小辈，他们都曾深深的看不起过楚风，可现在就连他们的圣主大人对楚风都要如此尊敬，而他们只能在一旁观望，连插嘴的资格都没有。这样巨大的落差感让他们一时之间难以适从。至于楚风，也没有与众位前辈深聊。楚风现在已经知道是血魔族那可怕的目的了，也很担心自己的族人们，所以短暂的交谈之后，楚风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楚风让星陨圣地以及鬼宗殿的人重新回到星陨圣石之内，而楚风会布置一道结界阵法，将这星陨圣石隐藏起来，以便让他们保持一个安全状态。若是刚刚进入这虚空神树，星陨圣地肯定不会就这样躲起来，错过这难得的机会。可刚刚经历了那样的事情，又得知了是血魔族可怕的计划，他们也深知虚空神树内有多危险，所以对于楚风的建议欣然接受。眼见着楚风就要离开，夏雨儿倒是心急如焚，好不容易见到楚风，他很想与楚风说说话，可却又不知该如何开口。倒是楚风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看向夏雨儿：“丫头，有时间吗？”楚风忽然间对自己说话，让夏雨儿有些猝不及防，但反应过来的他则是连连点头：“有啊。”向来落落大方的星陨圣地圣女，此刻竟然有些失态，这对于了解夏雨儿的人来说都是非常意外的。但只要想一想，夏雨儿此时面对的可是一个比他们星陨圣地圣主都要强的小辈后，他们似乎也能理解了。毕竟夏雨儿对楚风的心思，他们多少都是能看出一些的。更何况如今的楚风是如此的优秀，圣主前辈，您若是不介意的话，晚辈想把你们的圣女带走片刻，不过不会太久，并且我保证将安全送回来。楚风对圣主说道：“不介意，当然不介意。”圣主何止不介意，他的脸上的笑容就好像在说：“你最好把我家圣女娶走才好。”随后，楚风便带着夏雨儿来到了一处远离众人、颇为安静的地方。楚风看着身旁这位美得令女人嫉妒、让男人沉迷的女子，一时之间感慨万千。夏雨儿真的很美，无论是面容、韵味还是气质，这个丫头都有。但楚风感慨的却不是夏雨儿的美貌，而是不由得回想起了当初的种种。想不到你还是这么细心。夏雨儿说道。此话怎讲？楚风一脸装傻。你应该是看出来，是我有话想和你说，但我又不好意思开口，你才特意把我带出来的吧？夏雨儿说道。不是啊，是我有话想对你说。楚风说道。是吗？是什么话？夏雨儿眼中涌现出一丝期待。多谢你当初对我的关照。楚风笑着说道。噗！夏雨儿小嘴一撇，差点笑喷出来，随后看向楚风：你确定当初我对你是关照，而不是欺负？反正我觉得挺好的，都是美好的回忆啊。楚风笑嘻嘻的样子，就好像真的很怀念过去一样。而看着这样的楚风，夏雨儿倒也是感到欣慰。其实夏雨儿想过很多，在见到楚风的场景，想过那个时候的楚风是什么样子的，而对他又是什么样的态度。他不怕楚风变弱，更不怕楚风变强，他最怕的就是楚风对他冷漠。正因如此，他此时才欣慰。他最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楚风待他一如既往的和蔼可亲，甚至比以往更亲切了，像是老友一般。你还真和其他人不一样。夏雨儿脱口而出：怎么不一样了？楚风则有些不解，该怎么说呢？就好像不管你走到哪一步，都能这样与我说话吧，真是一点架子都没有。但其他人不会，大多数人都会因为自身的提升而变得高高在上，甚至疏远曾经的故人。夏雨儿说道。你说的这种人还是少数吧？楚风说道。可不在少数。夏雨儿说道。无所谓，反正我不会，我们可是朋友，好朋友那可是一辈子的。楚风说道。既然是好朋友，那你送我一样礼物吧。夏雨儿说道。好啊，你想要什么？我去帮你找。楚风问道。你随便送一件吧，只要不是贵重的东西，随便什么都行。夏雨儿说道。这个我想一下。楚风开始陷入沉思，是真的在想自己乾坤袋内的好东西，哪一个送给夏雨儿比较妥当？怎么送我个东西就这么麻烦吗？这样吧，夏雨儿说话间将自己头上的发簪取了下来，你在上面刻上你的名字吧。这怎么行？这也不算我送的呀。要不我送你一件仙冰吧。楚风说道。谁要你的仙冰？快刻字。夏雨儿将那发簪递到楚风面前，无可奈何的楚风只好照做，在那发簪上刻上了自己的名字。那这个就算你送我的了。夏雨儿没有将发簪再戴到头上，反而是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这不太好吧？这明明是你自己的东西，怎么刻个名字就是我送你的了？楚风有些不解。你看看你成长得多快啊，继续这样成长下去，怕是祖武星域都容不下你了吧？所以啊，你对我来说可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夏雨儿说道。什么特殊意义？楚风问道。这你都不懂？你是我吹牛皮的资本啊！以后啊，等我老了，满面皱纹，变成了一个老太婆，我可以对我的孙子们说，你们看那楚风厉害吧？我当初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真仙，连我都打不过，但是我口空无凭，他们肯定不信。那个时候我就可以拿出这个发簪来证明我是认识你的。夏雨儿仰着小脸，背着小手，迈着灵动的脚步，掀起那微微的裙摆，绝美的小脸之上还挂满利奥得意，那副模样充满了畅想，就仿佛他真的已经想到了那个画面，也真的打算那样做一般。若是他们不信，你就找我，
到时候我就亲自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奶奶当年是多么的风华绝代，是如何迷得大千上界所有男子神魂颠倒的。楚风笑嘻嘻地说道：“少贫了你！”夏雨儿冲楚风翻了翻白眼，但嘴角却不自觉地扬起了上翘的弧度，而楚风则是笑得更加痞气，继续畅想着以后怎么和夏雨儿的孙子们吹牛皮。楚风，突然，夏雨儿凝声叫道：“怎么了？”楚风侧过身来，猛然间，香气扑鼻而来，一道柔软的身体扑入了自己的怀中，是夏雨儿。夏雨儿不仅涌入楚风怀中，还紧紧地环住楚风的脖子，小脸贴在楚风的胸膛。楚风没有动，是一动不动，他没有拒绝夏雨儿，可也没有推开夏雨儿。就这样过了片刻后，夏雨儿才主动放开楚风，尽量从容地看着楚风，笑道：“这个拥抱也是我吹牛皮的资本，哈哈，那我更可以吹了，我可是抱过星陨圣地圣女的男人。不行，这个牛我不能吹，不然会被人打死。”楚风笑嘻嘻地说道：“行了，回去吧。”夏雨儿说完此话，便转过身去，向来时的方向走去。只是此时的圣女不再是御空而行，而是一蹦一跳，没有了往日的心机，更像是一个纯粹的小女孩，知足快乐。看着这样的夏雨儿，楚风的内心也是荡起了一丝波澜。楚风又不傻，他岂会看不出夏雨儿的心思？只是奈何，从始至终，楚风都把夏雨儿当作朋友，半分别的心思都是没有。当楚风和夏雨儿返回的时候，所有人都已经回到了星陨圣石之内。在目送夏雨儿进入星陨圣石之后，楚风便释放出结界之力，开始布置隐藏阵法。为了避免他们被是血魔族的人发现，楚风所布置的这个隐藏阵法可以说是相当认真。只是如此认真的布置阵法，却也让楚风的结界之力暴露了出来，就连九龙圣袍都是隐隐作现。楚风他的结界之力怎么如此强横？我若没有看错，这结界之力似乎更像圣级结界之力。难道说楚风他现在已是圣袍界灵师？不会有错，的确是圣级结界之力，并且他身上隐隐间散发的界灵长袍也是非同小可，这应当是一件至宝吧？太不可思议了！这才多久不见啊，不仅成为了一品尊者，竟然还成为了圣袍界灵师。看着布阵的楚风，星陨圣石内的众人则不淡定了。如果说他们好不容易接受了楚风成为一品尊者的事实的话，那么楚风这圣袍界灵师的身份，则是再度打乱了众人的思绪。可怕，这便是妖孽级天才，不愧是楚汉仙的孙子，楚轩辕的儿子，这妖孽级的天赋，他是得到了传承。星一长老一脸赞叹地说道：“的确厉害，人与人的差距，有的时候还真不是一般的大。想不承认自己不如人，都是不行。”就连星陨圣地的圣主也是感慨万分。只不过，相比于楚轩辕，我倒是觉得楚风的天赋似乎更可怕。鬼宗殿殿主说道：“鬼殿主，此话怎讲？”星陨圣地圣主问此话的同时，在场的其他高手也是投来了好奇的目光。楚轩辕从年少之时便展露光芒，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也正因做到了常人所做不到之事，因此他的所作所为都可用传奇二字来概括。而楚风相比于他父亲当年，那胜过明日的耀眼。楚风的起点不仅很低，甚至有些不入流。出生之时被认定不能修武，遭人羞辱，引得其父大怒，大开杀戒，最终导致其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便被驱逐出楚氏天族。虽然后来的楚风不仅可以修武，并且天赋不错，可刚刚回到大千上界的时候也只是真仙境而已。那时莫说整个祖武星域，在大千上界的小辈之中，强过他的都是大有人在。可这才过去了多久的时间，莫说小辈们无法再与他相提并论，连我等也是远不如他。如此快的成长速度，简直超乎常理，可想而知他日后的成就将会达到怎样的地步，简直可以用不可估量来形容。尽管他不像他父亲那般从年少起就不断做出逆天之举，可他这段时间所展现出的天赋，似乎比楚轩辕当年还要恐怖。鬼宗殿殿主说道：“听你这样一说，似乎还真的是。按理来说，我们都是见识过楚轩辕成长的人，对于妖孽级的天才，多少有一些承受能力了。可在见到楚风的变化，仍旧感觉难以置信。想必也正是因为他成长得太快的缘故吧。”一时间，对于鬼宗殿殿主的话，人们竟也都纷纷表示赞同。而眼见着在场的高手们都对楚风有如此高的评价，楚风在小辈们心中的形象就更加得到了升华。尽管无法确定，可那些小辈们却忍不住去想，今日他们所见的楚风，难道日后真的可以超越那名镇心域的楚轩辕吗？布置好隐藏阵法之后，楚风便离开了此处。但楚风并没有直接动身，而是又挑选了几个嘴皮子软的是血魔族族人，再度开始了严刑逼供。楚风现在是打算救人，但想是血魔族的手中救人，那便等于是倒龙潭虎穴闯了一遭。楚风必须尽量了解他们的消息，唯有这样，楚风才能多上一分把握。一番详细的打探之后，楚风终于动身，他开始向虚空神树西北方向行去。在那里有一个据点，目前他们所有抓到的人都被送往了那里。而根据一番详细的逼供之后，楚风也是了解了，这虚空神树内是血魔族的实力，是血魔族内最强的便是他们的族长。据说这是一位只差一线便可以成为至尊境的存在，虽然目前也是尊者巅峰，凭借强大的势力，在同境界中至今还未曾遇到过对手，实力极为强劲。除了族长之外，还有一位副族长，这副族长也是一位尊者巅峰，在2位族长之下还有10位护法，10位护法之中有9位都是8品尊者，而其中1位也已踏入尊者巅峰。而抛开族长和10位护法不谈，此次进入这虚空神树内的是血魔族族人中还有331位尊者境的高手。从纸面的实力来看，是血魔族的确不容小觑，可以说精英高手颇多。毕竟整个楚氏天族的尊者境高手目前来说都是屈指可数，但是血魔族却有着这么多尊者境的高手，可见他们族内的人才的确不少。
尤其是那位族长，据说已经感应到了突破的契机，真的是只差一点便可踏入至尊境。至尊境，整个族伍星域才多少？倘若是血魔族族长真的踏入至尊境，那是血魔族的实力，怕是可以比肩蛋台天族这等庞然大物了。不过是血魔族不仅仅是老一辈强者实力强横，小一辈更是突出。根据楚风的逼供，楚风不仅得知是血魔族内人才济济，其中最厉害的则属3人，这3人乃是兄妹。妹妹最小，名为张诗睿。这张诗睿据说长相不错，莫说小辈，就连老一辈都很喜欢这张诗睿。不过正所谓人不可冒险，别看张诗睿长得人畜无害，但此女心思歹毒，连是血魔族这种魔教中人讲述张诗睿的时候，竟然都有着几分惧色。而说张诗睿心思歹毒，要从他喜欢折磨同族族人说起，只要一个不顺心，他就会折磨同族族人。但张诗睿的折磨手段并不是直接动手伤人，反而是凭借着一张嘴。张诗睿的嘴天生与众不同，就连他修炼的武技也都是以嘴来练，他的那张嘴几乎没有人不怕。据说他不用武技，不用功法，就是正常说话都能把人硬生生的骂死。对，是骂死，骂的人灵魂炸裂。奥铁儿王张诗睿虽然嘴巴歹毒，但天赋异禀，据说小年纪已是9品5仙，而3兄妹中的老2名为张博义，这是一个奇男子。至于是如何奇怪，是血魔族族人没有多说，但张博义的实力也是极强，与张诗睿一样，同样是5仙巅峰，但实力似乎还要在张博义之上。不过要说天赋最强的，便是3兄妹中的老大，此人名为张岩峰。这张岩峰据说长相极其英俊，此人也是极其自恋，自认为他是天下第一美男子。按理来说，以张岩峰的长相，以美男自称倒也无碍。只是张岩峰有一个缺点，他的头很大，准确来说是他的后脑勺很大。就算长得再英俊，可脑袋太大，却也会坏了身体的比例。既然是修武者，想要改变容貌何其简单，让脑袋变小更不是难事。可这张岩峰却是从来没有这个打算。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他自恋到觉得他浑身上下每个地方都是完美的，一处都不得改，包括他那大的出奇的脑袋，他也觉得非常完美。但抛开他的自恋不谈，这张岩峰的实力却不容小觑。张岩峰乃是一位1品尊者，想一想，如今整个族伍星域，大多数的人都以为小辈之中唯有楚风和灵狐鸿飞是尊者境，而他们2人更是被誉为妖孽。这张岩峰有着与楚风和灵狐鸿飞一样的实力，自然也是一位妖孽。而最大的好消息是，那个营地之内所有高手全部出去抓人了，镇守的人中最强的3个便是这3兄妹。所以对楚风来说，只要能够击败3兄妹，便可以救走被他们抓走的人，并且这3兄妹对是血魔族来说极为重要，被视为是血魔族的未来。所以在楚风看来，只要抓住这3兄妹，搞不好就可以要挟整个是血魔族。经过一番赶路，在楚风的前方出现了一个极为空旷的地方，这四周密密麻麻都是粗壮树干的虚空神树内，能够看到如此空旷的地方可谓很不容易。但在那空旷之地的中心区域，却有着一座巨大的门，那门高达3000米，宽度也有800米，并且此门乃是由无数树枝捆绑而成。楚风看得出来，那都是由虚空神树上面的树枝捆绑而成的。楚风知道，那应该便是血魔族准备开启的门，但那门现在只是一个摆设，而并非真正的门。奇怪，怎么什么都没有？按理来说，楚风已经有了救人的对策，并且也来到这里，楚风应当高兴，但楚风却没有，不仅脸上没有喜色，反而眉头皱起。他发现那辽阔的空地上只有一个巨大的门，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看上去极其诡异。见情况不对，楚风并未贸然靠近，而是抓出一位是血魔族族人。怎么会这样？被抓起来的人呢？楚风问道。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原本都在这里才对。那是血魔族族人，被吓得瑟瑟发抖，而这位是血魔族族人，早就被楚风折磨得心理崩溃，已经向楚风泄露了许多，所以对于他所说的话，楚风还是有些相信的。奇怪，为何会突然藏起来？莫非是血魔族意识到了什么？楚风心中思索起来，但却思索不出个所以然，并且使用天眼观察，从那片防止巨门的辽阔之地上，也是看不出任何端倪。无奈之下，楚风只得纵身落到了那巨门之上。可是落到巨门之上后，却也没有任何反应。楚风忽然抬脚，又猛然落下，一脚落下，那由树枝编制而成的巨门便在立刻崩塌，这倒也掀起了不小的声势。可哪怕如此，却也没有任何是血魔族的族人出现，并且这一脚落下去，楚风也能发现这门就只是单纯的由树枝编制而成而已，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独特之处。看来是真的转移了。楚风不由得感叹起来，哪来的小畜生，竟敢随意毁坏他人之物？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忽然响起，忽然传来的声音让楚风也是内心一紧，因为哪怕那声音响起，楚风也没有感受到对方的气息，这让楚风意识到对方的实力非同小可。只是瞬身观望之后，楚风却是不由得愣了一下。那声音传来的方向有着2个人，一男一女，都坐在远处的树干之上，就跟看热闹一样看着楚风。但是他们的身上却穿着是血魔族族人一样的黑袍，是血魔族的长袍，乃是特制的。那长袍不仅能遮挡面容，还能遮挡气息。他们若不想暴露，楚风也是难以看透。而楚风能够分辨出他们是男是女，乃是因为这一男一女长袍上的兜帽并没有戴着，露出了他们的面容。看样子他们年龄都不大，男子与楚风年龄相仿，那女子比楚风似乎还要小上一些，而这2者长得都不错，甚至可以用惊艳形容，乃是真正的俊男美女。不过这男的却有些奇怪，他明明是男的，却在脸上化了妆，
尤其是那浓浓的眼线，看上去很是怪异。这该不会就是血魔族的3个天才中的张博义和张诗睿吧？楚风心中有了这样的猜测，但却也根本无法确定。之所以无法确定，乃是因为是血魔族族人，皮肤乃是蓝色，蓝色的皮肤上面布满血色的纹路，看上去像是怪物一样，有些可怕。但这2位却很正常，尤其是那女子，皮肤白皙如玉，简直白到发光，真的是少见的皮肤好。哪怕那男子的脸上有些独特，可楚风却一眼就看出他那是自己画上去的妆容。可是血魔族族人据说都会变成蓝色皮肤，身上出现血色纹路，因为乃是修炼是血魔功便会有的反应。喂，跟你说话呢，你耳朵聋了吗？就在楚风思考的功夫，那女子又开口了，语气很是尖锐，充斥着尖酸、刻薄、讽刺、羞辱等意味。总之，她所说的话听着就让人非常不爽。楚风也算见过世面的人，什么人没见过，但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听他说话会如此不爽的人。此时楚风觉得他应该就是那个张诗睿了，毕竟传闻那张诗睿天生嘴巴毒，可以凭借一张嘴巴就把人骂得暴体而亡。等一下，他好像是楚风。就在此时，那名男子忽然说话了：“呀，楚风！”而听得此话，那女子也是露出惊讶的表情，随后竟开始重新打量起楚风，竟然真的是楚风。猛然间，那女子站起身来，在她精致的小脸之上，竟然露出了无比兴奋之色。真是想不到，竟然遇到了大名鼎鼎的楚轩辕之子楚风。据说你可是代表着当今祖武星域小辈的最高水准，今日就让我张诗睿来好好领教一番。那女子说道：“我张博义也想领教一下。”那名男子也是站起身来。他们2个这一开口，楚风也是终于确认了他们的身份。虽然不知道他们为何身上没有是血魔族的蓝色皮肤，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知道自己的事情的，但楚风却知道他们2个此刻应该很想击败自己。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然而张博义与张诗睿不知道的是，其实此时的楚风可比他们2个还要兴奋得多。本来以为要白跑一趟，真是没想到遇到了你们。楚风心中暗暗窃喜，看来你们听过我。楚风问道：“楚轩辕之子，祖武星域谁会没听过？本来没人关注你，毕竟传闻你是个废物，但你最近可有些不得了。据说你与那灵狐鸿飞战成平手，夺得了祖武星域第一。”那张诗睿说道：“那既然你们知道我是谁，便应该知道你们不是我对手。”楚风说道：“哈哈，你若施展结界之术，我们的确不是你对手，只是可惜这里是我们的主场。”那张诗睿说道。而当他此话说完之后，楚风注意到那张诗睿的手掌摸向了自己的胸口，在他的脖子上带着一个吊坠，而那吊坠刚好垂到胸口处。其实张诗睿的手掌所触碰到的正是那个吊坠，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当张诗睿的手掌与那吊坠接触的一瞬间，楚风感觉到一股气息自地底深处冲出。尽管那气息很微弱，常人根本感觉不到，但在楚风高度戒备之下，他的精神力还是感受到了。张诗睿自那树干上跳了下来，一步一步向楚风走来，而听为虚眼见为实。来啊，祖武星域最年轻的圣袍戒灵师，让我见识一下你的戒灵之术到底有多厉害。张诗睿以挑衅的目光看着楚风，尤其是他那笑眯眯的小模样，非常的贱，非常的气人。而楚风已经意识到，这张诗睿敢如此挑衅自己，一定是做了什么。果不其然，当楚风想释放结界之力后，却发现自己的结界之力竟然像被封锁住了一样，根本就无法释放出来。尽管楚风的精神力还在，可就是无法释放出结界之力。看来这个地方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楚风说道：“哎呦，看来你是试过了。”张诗睿笑得更加嚣张，更加得意，干脆对楚风说道：“那现在你准备怎么办？是直接认输，还是本姑娘暴揍你一顿之后，你再认输？”说此话之时，张诗睿的气息也是释放而出。九品武仙，果不其然，是血魔族的族人，并没有骗楚风。这个修为虽然不如楚风，也不如灵狐鸿飞，可却超过了祖武十星的其他人，哪怕乌马圣杰和灵狐月月也不是他的对手。此女实力的确很强，但奈何却不是楚风的对手。所以面对这样的对手，楚风一脸自信，他优雅的抬起手来，面带笑容的开了口，以极为坚定的口吻说出了5个字：“我直接认输。”楚风此话一出，莫说张诗睿愣了一下，就连身后的张博义也是愣住了。张诗睿回过头看向了张博义，似乎想问张博义这是什么情况，但看到张博义那一脸迷茫的表情后，张诗睿便知道张博义此时内心也是懵逼了。“你刚刚是认输了？”张诗睿谨慎地问道。“你是武仙巅峰，我只是7品武仙，差了足足1品，我不是你对手。”楚风说道。“不是传闻你也修炼了神罚玄功，并且与灵狐鸿飞一样，释放了天极血脉中那雷霆铠甲的力量？”张博义开口问道。“这问兄台，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传闻只是传闻，我楚风有几斤几两，我再清楚不过。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而我楚风是一个识时务的人。”楚风说道。而看着楚风如此自然的说出了这番话后，张博义和张诗睿的表情则是变得越发扭曲起来。“你真的是楚轩辕的儿子吗？不是传闻，楚轩辕从不认输，怎么你看上去如此的无耻呢？”张诗睿憋着小嘴看着楚风，很显然眼前的楚风与他预想中的很不相同。“嘿嘿，多谢这位姑娘夸赞。”楚风笑嘻嘻的抱拳施礼。“夸赞？你是不是理解能力有问题？”张诗睿眉头也是皱了起来。正所谓人不无耻枉少年，我楚风意气风发，怎能少了无耻的气质？楚风说道。“靠，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张诗睿看向楚风的目光充满了鄙视，但楚风却丝毫不生气，而是继续抱拳：“两位，所谓相遇便是缘，既然我们有缘再次相遇，不如结拜为异姓弟兄如何？”楚风说道。“谁要与你这种无耻之徒结拜为弟兄？”张诗睿说话间，
掌心握起，一道武力绳索便出现在其手中，随后手臂一扬，那武力绳索便向楚风飞掠而去，将楚风捆绑起来。这位妹子，就算不想与我结拜弟兄，便当我楚风没有说过那番话。你这是做什么？楚风一脸惊奇。楚风，你刚刚踩碎那门，可是我们建造的，难道你不应该付出代价吗？就在此时，那张博弈忽然开口了：付出代价，你们想如何？楚风问道。要你的命。张博弈的脸上露出了阴冷之色。什么？不过一道门，你们便要取我性命？楚风露出惊慌和无奈的表情。只是一道门，你可知道那是什么门？只是对于楚风的话，张诗睿却是面露怒色。别怕别怕，现在还不会杀你。张博弈说道。随后张博弈大袖一挥，一道结界门竟然出现在地面之上。紧接着张博弈和张诗睿抓着楚风便跳了进去。放开我，放开我！不过是一道树枝编织而成的门，我重新搭建一个便是了。别说一个，100个、1000个、10000个都不成问题啊！楚风慌张的大吼着，看上去非常的丢人，但实际上楚风的内心都快乐开了花。楚风的实力想收拾张诗睿和张博弈，不过一念之间的事，连手都不用动。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故意为之。他很清楚，是血魔族的人很有骨气，而这张诗睿和张博弈多半也是如此，想要将他们屈打成招，难度很大。索性还不如假装不敌，然后被他们俘虏，说不定能直接找到那些被他们抓到的人。楚风注意到，不仅张诗睿的脖子上戴着那个吊坠，张博弈的脖子上也同样戴着那个吊坠。那吊坠之前楚风看不出任何特殊之处，哪怕张诗睿之前触碰那吊坠，引得楚风结界之力被封锁，楚风也没有看出那吊坠的特殊。但眼下当他们坠入这通道之中后，楚风能够注意到那吊坠闪烁着淡淡的微光，那光很弱，若不是特意观察，很难发现那抹光芒。看来这吊坠与此处的诡异力量息息相关。楚风暗下决心，等一下一定要将他们2人身上的吊坠抢过来。对了哥，你刚刚还没与我说完呢，为什么族长忽然传令叫我们转移到主阵之中？忽然，张诗睿问道。似乎在楚风到来之前，他正在与张博弈询问着什么。楚风打断了他们，所以他此时要继续了解那件事。大护法死了，张博弈说道。大护法死了？张诗睿目露惊色，这个玩笑可不好笑，没与你开玩笑，是真的，是族长大人传来的消息，且会有假。张博弈说道。是谁做的？张诗睿问道。自爆王，至于是谁做的还不知道。不仅大护法死了，我族派出去的高手不断有人死去，这与我们预想的不一样。按理来说，大千上界的高手实在有限，他们进入虚空神术不可能与我们抗衡，本该是如年板上的鱼肉，任我族抓取才是。但现在的变化却让我们有些失算了。听过张博弈的话后，张诗睿也是陷入沉思，思索一番后才问道：是有其他势力的高手进来了？不能确定，但我们此次怕是有对手了。毕竟大护法可是尊者巅峰，尽管是自爆而亡，可他毕竟是大护法，这说明我族派出去的族人遇到了危险。为了避免有人泄露秘密，只得转移。张博弈说道。我族人视死如归，绝对不会出卖我族。张诗睿说道。凡事无绝对，还是小心为妙。张博弈说道。我们之前不是抓来了一些人，那些人中定然也混杂着其他势力的人，好好逼问一番，定然会有结果。张诗睿说道。大哥正在逼问。张博弈说道。那便好，希望有个结论。张诗睿说道。他们的对话并不是暗中传音，所以楚风听得清清楚楚。这不仅让楚风解开了他的心中疑惑，并且楚风似乎也能确定，在这里除了这3个兄妹之外，似乎没有其他高手了，否则不能以那张严峰马首是瞻。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怎么感觉你们不像是在做好事的样子？做戏要做足。听到这样的事情，楚风自然应该有所反应，所以他极为慌张地开口了。关你屁事！张诗睿鄙视地看了楚风一眼。这原本不关我的事，但你们说如此绝密的事情都不逼着我，莫非真的要杀人灭口？楚风一脸恐惧，简直都快要被吓哭了。看着这样的楚风，张诗睿和张博弈连理都懒得理了，而是讽刺一笑后，2人对视一眼。张博弈叹息一声后，讽刺地说道：真是想不到楚轩辕竟然生了这么一个废物儿子，就算天赋再好又有何用？如此懦弱，注定是个废物。管他呢，反正他被我击败了，等一下我要向大哥好好炫耀一下。而张诗睿在则是一脸的期待。很快，楚风3人下落的速度开始减缓，并且悬空的双脚也是得意落地。他们落入了一座大殿之中，大殿很是精致。大殿的主位之上坐着一名男子，用手拄着头，似乎是在闭目养神。这名男子长得很是清秀，肌肤如雪，比女孩子的肤质都要好，而那五官也是近乎完美，可以说是少见的英俊。可唯独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他的头偏大，尤其是后脑勺各位的大。不用想，楚风就知道他应该就是张诗睿与张博弈的哥哥，3位天才中最厉害的那位张岩峰。除了他们3个之外，此处也有不少是血魔族的族人，但他们都规规矩矩地站在大殿各处，如守卫一般。楚风的猜测得以确定，这里应该的确没有比张岩峰更强的人了，否则这些是血魔族的族人，不可能这般拘谨。大哥，你怎么没有审问他们？张博弈开口问道。果然，那名坐在主位的男子正是张岩峰。被抓来的都是废物，问他们也没用。张岩峰说话的时候，连眼睛都没有睁开。你爱？张博弈表示无可奈何。楚风。可就在此时，阵阵惊呼忽然响起，瞬息充斥了整座大殿。那声音之中还充满了担心和紧张。抬头观望，在大殿上方，并不是楚风来时的路，那来时的通道不见了。在那里有着一个巨大的拉拢，牢笼之中密密麻麻的全是人，那里面也有其他势力的人，但大多数都是大千上界势力的人。鬼宗殿、星陨圣地，各方势力的人马都有，当然也包括楚氏天族的族人。
楚风！在众人的惊呼声中，那原本闭目养神的张岩峰也是睁开了眼眸。一番观察之后，目光很快锁定在了楚风身上。妹子，他是谁？莫非真是楚风？张岩峰问道。大哥，这的确是楚风，就是那个与灵狐鸿飞战成平手的家伙。不过呀，他被我击败了。张诗睿一边抓住楚风的衣领，一边向张岩峰走去。他真是的一级了，连步伐都走得格外嚣张。被你击败了，难道说传闻是假的？张岩峰站起身来，仔细打量着楚风。传闻是真的，不过他却不是我的对手。张诗睿说道。可张岩峰却瞥了一眼张诗睿，随后说道：“是你运用阵法的力量封锁住了他的结界之力吧？”哈哈，这你都知道，不愧是我哥。张诗睿小嘴一咧，露出了一抹笑容，虽然笑得很甜，但却也非常无耻。胜之不武。张岩峰说话间，手掌摸向了他胸前的吊坠。楚风注意到，当张岩峰的手掌摸向吊坠之后，这大殿内便产生一股特殊的气息，那气息一闪而逝。但楚风还是察觉到，并且楚风还发现，张岩峰的这个吊坠与张博义和张诗睿的不同。原本进入此处后，他们三人的吊坠都闪烁着微光，但此时张博义与张诗睿吊坠的微光不见了，可张岩峰吊坠上的光却亮了不少。哥，你干嘛呀？这个家伙可是圣袍界灵师。见此情形，张诗睿赶忙放开楚风，且跳到了张岩峰的身后。不仅是他，张博义以及在场的是血魔族族人，都是来到了张岩峰的身后。怎么不相信你哥的本事？张岩峰看了一眼张诗睿，张诗睿瘪了瘪嘴，最后什么都没说。看来你是想挑战我？楚风问道。对，我很想见识一下楚轩辕之子的本事，所以我不封你结界之术，便是想给你我一场公平的对决。不过你若放出那只戒灵，便没了意思。尽管拥有那只戒灵也是你的本事，但终究那是戒灵，而不是你。我想与你对决，而不是与你的戒灵。你懂我的意思吗？张岩峰问道。懂。楚风点了点头。为了公平起见，我也不会使用手段提升修为。我听闻你运用九龙圣袍，结界之力堪比2品尊者，而我也只将修为提升到2品尊者，并且不会运用武器，这样便公平了。张岩峰说道。你这人倒是不错，比你那个妹妹强。楚风看上张诗睿，而张诗睿也不生气，而是不以为然地白了楚风一眼。若是我输了，是不是就要死在这里了？楚风问道。差不多吧。张岩峰说道。那我若是赢了呢？楚风问道。那就放你走。张岩峰说道。这怕是不行。楚风摇了摇头。那你想怎样？张岩峰问道。楚风抬起手指向大殿顶端，那囚禁着大千上界各方强者的牢笼，我要带他们一起走。你好像没有搞清楚状况，在这里你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张诗睿一脸讽刺地看着楚风，而楚风则是淡淡一笑，说道：不好意思，妹子，你说的资格我怕是有。此时张诗睿本想去骂楚风，可是忽然他却又把到了嘴边的话说了出来。不知为何，他发现楚风的目光变得与先前完全不同，简直就像是换了一个人。此时楚风的目光让他有种奇怪的感觉，那竟是畏惧。